峰哥，我們都知道，明天鄭麗文就要去前往中國，要跟習近平來見面的這個政習會。但沒想到政習會之前，這支廣告出來了，國民黨的新廣告，全部人都傻眼，我說這到底是什麼東西？他裡面跟大家講說，有和平的話，大家就可以躺平，全部人都傻了，你到底在說什麼？結果你說這個廣告完之後，整個風向也完完全全變了。你說你之前看到的是馬英九把金溥聰找了回來，把蕭世人給幹掉了。然後你說柯文哲現在幹了一件事情，把蔡壁如給找回來，蔡壁如馬上就要去幹掉李貞秀。你說這兩個人現在也開始在做一些風向的改變了嗎？是沒有錯，國民黨呢今天推出這個廣告叫做什麼？叫做有和平才能躺平，結果後來被人家下為什麼？躺平換和平。啊，你看他的廣告一開始還有什麼？還有一個人躺在地上，然後臉上蓋一個東西。我問你，什麼時候臉上會蓋一個東西？通常是不太吉利、不太吉祥的時候啦。對。所以他這個廣告完完全全就是一個失敗的廣告。那這個廣告它主要要講什麼？其實你只要看最後一句就好了。他說這一次讓我們為了和平站出來。請教一下，他在叫誰支持他？叫民眾支持他，因為他是用正體中文寫的，對不對？對。所以這個和平廣告不是對中共講，這是對台灣人講啦。啊，他要叫台灣人支持他什麼？看起來時間點就是什麼，在政習會之前嘛。对。然後第二個，他前幾天又跟外媒講說，台灣要從戰略對抗走向第一和平點，所以可能這一個廣告針對的就是對軍購啦，軍購。這是為了軍購案的。對啊，為了軍購，他可能認為，我認為啦，這個可能是叫大家支持國民黨對於軍購條例的決定啦。對。好，那。看起來就是應該沒有要通過政院版的啦，好，那不過呢，你知道他今天又推出一個廣告，叫不要戰爭，只要和平啊。結果你知道他找了一堆有跟和平有關的地標了，你知道有個地點叫什麼嗎？和平島啦。他說我們不要戰爭，要和平。你看我們有和平島，我跟大家報告，和平島就是軍事要塞啦。對，所以你說要和平，當然就是要什麼要有戰備嘛，對不對？好，那當然國民黨這樣的一個作為呢，現在看在你剛剛講的馬英九眼裡。看在柯文哲眼裡，恐怕會覺得，我們的路跟他們會不太一樣哦，也要切割了，應該是有切割，因為你看國防安全研究院的民調，上個月底嘛，他說有60%的人同意要軍購啦，有60%的，所以代表說，如果你現在在跟紅色越靠越近，你可能就會社會性死亡。所以你看，那個馬英九垂向最漸行漸遠的金小刀回來，對，意思講兄弟回來搞到3天，金小刀一回來，金小刀回來馬上就開閘誰？蕭旭岑嘛，個站隊嘛，個講啥？有人利用馬辦名義在中國做一些事情，讓他深感不安，所以檢他。柯文哲找誰回來？也是漸行漸遠的誰？蔡壁如，血滴子回來啦！蔡壁如正式，一個是金小刀，被外界叫金小刀；一個被外界稱作血滴子。沒錯，回來開殺了。你要回來開殺，而且記不記得柯蔡之前是怎麼樣？有點漸行漸遠，對不對？現在他跟他合體的幾率越來越高了，而且他甚至跟張啟凱講啥？伊講你若要選舉你得要找上凳來。所以蔡壁如啦，因為只有蔡壁如有地方選舉的經驗，而蔡壁如這幾天在直播頂頭個講啥，就針對李貞秀，就是你剛講這個議題，伊講啥李貞秀這個案件就是啥，就是火燒孤寮，沒救啊啦，對，意思就是啥，跟黨中央說你一定要。剪掉李貞秀。對，黃國昌態度也批變，你會記得之前一挺向挺李貞秀，對不對？黃國昌之前嘛挺徐春英，各講啥？各講新北檢起訴徐春英的那個起訴書，沒出跟他綠營撤一下。結果現在呢，民調出來之後，民眾黨民調剩多少？支持度8.5%。對，然後他的什麼？他的高學歷分子的支持度也下降了，然後他的年輕的票也少了，所以現在黃國昌既然也轉向，我們前年說什麼？他居然認同賴香伶說的話，他說要李貞秀知所進退，對不對？所以正峰，你這樣一路看起來，其實包括馬英九，包括柯文哲，對。他們很清楚的，對，找了特定的人回來，對，他們也要跟特定的人做切割，這完完全全是有備而來的，對，這是他的選擇啦。以玩笨家郎，這些原本雖然都是他的心腹，但是後來漸行漸遠之後，現在他又覺得這些人對他很重要，代表他們希望在某些程度上，尤其是柯文哲在黨內還是要有一些地位啊。宏觀取材，釐清真相，犀利精準，深入剖析，時刻掌握關鍵，新聞時事不漏接。老時段，新氣象，我是鍾浩和，關鍵時刻2.0，全新出擊。